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日前公开要求台当局支付保护费，对此台当局多个部门负责人立马跪舔逢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7号宣称，台湾愿意付出更多责任，引发岛内哗然，认为特朗普仗势欺人，而民进党当局则是怂包。美国彭博商业周刊16号刊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专访内容，他首度明确谈及一旦大选获胜重返白宫后的对台政策。报道称，特朗普对于保卫台湾一事态度冷淡，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要保护一个相距108000里的小岛实在非常困难。特朗普在专访中猛烈抨击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他声称台湾企业100%夺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他们很有钱，台当局应该付给我们保护费。他并反问，台湾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多年来保护台湾，他们却偷走了我们的芯片事业。我不确定我们继续保护下去还有什么意义。那么特朗普的言论呢，再一次证明呢，民进党当局所走的一条台独之路呢，是一条危险的一个走不通的死路。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台湾岛内的那些坚持台独的顽固势力呢，给他们打了一记闷棍，也让他们认识到呢，就是说呢，以美谋独呢这条路呢，它是绝对走不通的。美国呢，在任何时候呢，都是只想着他自己的利益。事实上，特朗普今年4月就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发表过类似观点，他希望那些依靠美国的欧洲、亚洲盟友可以付钱给美国。《时代》杂志追问，如果中国大陆攻台，美国应该保卫台湾吗？特朗普拒绝明确表态，称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但总是拒绝回答，因为我不想透露我的底牌。对于特朗普所提到的保护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17号说，他相信特朗普指的是台湾要为自身防卫付出更多。奥布莱恩建议台当局应考虑将军费提升到至少占该地区经济生产总值的5%，而目前台军军费占台湾地区 GDP 的比重为2.5%。奥布莱恩的说法是施压民进党当局再将军费翻一番。外界注意到，奥布莱恩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他也表示所传达的仅属个人意见。不过，据美媒披露，他仍在美国国家安全议题方面与特朗普保持密切接触。从这个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而言呢，他对这个向台湾出售大量的武器这一点，他是非常的感兴趣。针对特朗普的惊人言论，向来抱紧美国大腿的民进党当局不敢顶嘴。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干事长吴思瑶17号转移话题称，美国协防台湾，台美间经贸及防务合作无间，这是合作强大基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作出回应：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责任，这是在防卫我们自己，保障我们的安全。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怒呛卓荣泰是个怂包。台湾地区前民代沈富雄表示，特朗普之心世人皆知，恬不知耻，以利为先。卓荣泰的回应显得唯唯诺诺，一派屈从的奴性。民间反应除了忧心还是忧心，令人失望。岛内名嘴前民代郭正亮分析称，特朗普提到保护费，赖清德对此没有办法。蔡英文执政8年下来就是一面倒嘛，而且赖清德他更玩到了极致啊，他的就职演说就已经把自己都摊在这个北京的面前，说我就是这样啊，我不会改。国民党籍前民代蔡正元认为，有些蠢蛋常说台湾地区与美国是价值同盟，如今特朗普毫不客气地掀开面具，美国实际上视台湾地区为客户，要收保护费，还拿芯片产业说事。显然，保护费更不会便宜，哪有什么友谊，一切都只是金钱关系。我们现在正式的，美国告诉全世界，我们是金钱同盟，拿钱提供服务，你台湾需要保护嘛？保护到什么程度，你就要付什么钱。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在美国面前一向软弱。最新民调指出，有85%的岛内民众认为特朗普讲出真话，台美关系要花钱买。台湾联合新闻网17号评论称，台湾其实付了很多保护费，就算不是美国军火最大买家，也一定名列前茅。更何况台湾支付的往往是冤大头级别的价格。最近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台湾买一架落后的第4代战机 F-16V， 比别人买一架第5代隐形战机 F-35还贵。而撇开台湾是否付钱不谈，美国能提供的保护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这一花钱买保护的思维反映的是台湾的安危是可以交易的。文章称，可能在赖清德脑海中，美军与台军一起作战的场景是必然的，但实际上这更像是惨绿青春期的苍白幻梦。台空军退役副司令张延廷表示，台湾应该将资源分配于照顾中低阶层民众和年轻人，支付保护费将是一笔庞大的天文数字。要认清大环境，做美国的傀儡很危险。我们台湾有多少钱买的这些武器不能用的火山布雷系统，那台湾可以用吗？那是天文数据哦，是几百亿、几千亿的事情哦。台媒注意到，特朗普点名台湾地区芯片产业抢走美国生意后，台股17号应声下跌0.90%，台积电股价下跌2.37%，市值瞬间蒸发约160亿美元，新台币汇率也贬至2周来的最低点。有业者表示，特朗普点名要台湾支付保护费，这也意味着地缘政治将成为台当局的新一轮考验。芯片龙头台积电也得考虑是否加大美国布局，才能抚平特朗普掀起的美国人不满情绪。岛内舆论指出，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发展得好是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所谓夺取美国成果。实际上，摘取台湾芯片业果实的是美国。台积电已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第3座工厂，甚至还将上千名高级工程师居家送往美国，是人才、资金和技术3流失。我们卖干爆干，他们卖不卖干？他们4点钟一到，工具丢下就走了。台湾的人才自己努力所得到的成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关系。对特朗普的施压，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表示，台积电海外布局不会改变，已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日本熊本建厂，还有德国德勒斯登厂持续规划，都是台积电的地缘政治布局，不会因特朗普说台湾地区拿走美国100%芯片业务，点名要台湾付保护费而改变。实际上，特朗普不是第一次抨击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但这一次的冲击力度尤其大。香港中评社评论认为，因为特朗普很可能当选，也很可能说到做到，而民进党当局多年来以美抗中，看似得心应手，却不知危险逼近，随时可能被卖掉。特朗普对出兵防卫台湾一向冷漠，台湾交再多的保护费，也未必满足得了特朗普，不能保证台湾安全。特朗普又开口要价，而与特朗普做交易，台湾如何玩得起？过去吃了莱猪，跟美国买了一大堆东西，美国有真正承诺要保护台湾吗？也没有啊，我们只是单方面被勒索。当地时间7月17号，万斯正式接受提名，成为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他在随后的演讲中对特朗普极尽溢美之词，将其称为美国英雄，并批评拜登执政。在谈及中国时，万斯表示，如果特朗普获胜，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而美国总统拜登却在此时传出了再次感染新冠的消息，立刻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当地时间17号，白宫发表声明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再次新冠确诊。根据计划行程，拜登当天前往拉斯维加斯出席公开活动，以吸引拉丁裔选民投票。首场活动中，拜登在餐厅与人交谈拍照，并没有戴口罩。活动后，拜登感到不适，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声明称，拜登已服用了抗病毒药物，目前有轻微症状，随后返回特拉华的家中进行隔离，并在家中继续办公。拜登在上机前回应传媒，表示自己目前状态良好。拜登确诊的时间点引发外界各种猜测，因为就在日前，他还对媒体表示，继续参选与否将取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表态也被媒体解读为拜登坚持不退选态度首次出现松动。现年81岁的拜登，2022年曾感染新冠，而他的健康状况是其争取连任的最大障碍。目前已经有约20名民主党国会议员要求拜登退选。最新民调更显示，有2/3受访民主党人希望拜登退选。另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拜登上个周末曾分别与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杰弗里斯举行会晤。舒默表示，如果拜登退选，无论对民主党或是国家都会更好。但舒默的发言人批评报道是无根据的猜测，指舒默当天只是向拜登反映党团的意见。那么我也不知道美国现在还在测这个新冠吗？为什么他特地的要把拜登总统呢得阳性这个消息呢向全世界公布呢？
那么这个是不是为他的这个退选呢找一个台阶呢？现在也不好说，因为呢，这个民主党内呢，如果拜登退选的话呢，这个谁可以代替拜登去和这个特朗普竞选呢？这个呢，对民主党来讲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就在拜登陷入低迷之际，共和党方面却高歌猛进。17号，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进入第3天，当特朗普进入会场时，全场沸腾。外界注意到，特朗普的右耳仍贴着纱布，不少支持者同样在右耳贴纱布。当天会场上的另一焦点人物是被特朗普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万斯。I officially accept your nomination to b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万斯首次以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发表演讲。开场白中，万斯用了长达7分钟的时间为特朗普唱赞歌，不仅称特朗普为英雄，还表示不是特朗普需要政治，而是美国需要特朗普。提及特朗普遇刺一事，万斯极富感情地称赞特朗普当时仍然不忘挥拳高呼战斗，即使处在生死边缘，也没有忘记他的国家需要他。而民主党人却称他是暴君和独裁者。Go and watch the video of a would-be assassin coming a quarter of an inch from taking his life. When Donald Trump rose to his feet in that Pennsylvania field, all of America stood with him. 紧接着，万斯的矛头指向拜登与民主党。他用自己的经历进行演讲叙事，将美国失业率螺旋式上升的责任归咎于拜登的一系列错误政策。When I was in the 4th grade, a career politician by the name of Joe Biden supported NAFTA, a bad trade deal that sent countless good jobs to Mexico. When I was a sophomore in high school, that same career politician named Joe Biden gave China a sweetheart trade deal that destroyed even more good American middle-class manufacturing jobs. Donald J. Trump was right on all of these issues while Biden was wrong. President Trump knew even then that we needed leaders who would put America first. 观察指出，万斯的演讲充满技巧，复述了他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所展现的脉络与逻辑。据悉，4年前以这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日前翻红，登上美国流媒体影视播放网站的第6名，足见万斯人气之旺。值得注意的是，万斯频频将美国内政的问题甩锅中国。他宣称，如果特朗普获胜，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We're going to figh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nd their good jobs and their good wages. And we're going to stamp more and more products with that beautiful label, Made in the USA. 在外交层面，万斯则再次强调反对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希望华盛顿将注意力自欧洲重新转向亚洲。对于万斯的这场首秀，外界形容其就是翻版特朗普。万斯呢，他好像就算是这个特朗普的一个复制品，这也是拜登对他的评价。也就是说呢，他在理念上，在很多政策的重大的问题上的看法呢，和特朗普呢是高度相似的。这个呢是特朗普选择他做副总统候选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对华政策上呢，我们虽然注意到呢，这个万斯呢，他的讲法呢，一度呢被这个贴上了个标签，算是非常反华的。但是从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这一段的这个讲话中呢，好像也看不出他就是比其他的美国政客更反华。作为新一代保守派的代表，39岁的万斯与特朗普年龄相差约40岁，是美国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一对总统竞选搭档。实际上，万斯从政仅2年，但一夜之间成为共和党内最为炙手可热的新星。在从政以前，万斯曾一度是特朗普的激烈批评者，甚至在公开场合大骂特朗普是白痴、道德灾难、彻头彻尾的骗子，还称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是美国希特勒。直到2022年参加俄亥俄州参议员竞选时，万斯先行服软认错，并在特朗普的大力支持下顺利上位，化身为特朗普的忠实盟友。美联社此前分析，两人之所以能够一笑泯恩仇，一方面是因为万斯在竞选参议员时严重依赖特朗普的捐赠者，但现在曾在硅谷任职风险投资家的万斯给特朗普带来了大量的科创企业家捐赠。据悉，目前特朗普的竞选资金账户已经比拜登多出足3亿美元。而另一方面，特朗普之所以选择万斯搭档，根本原因是两人气味相投，政见高度一致，都十分
纷好斗，又极具煽动性。不同的是，万斯来自铁锈地带的特殊身份，能够帮助特朗普吸引更多摇摆州的选民的支持。美国的副总统在美国政界中的地位呢并不高。但是呢，这一次呢，特朗普选择万斯做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呢，如果这个特朗普当选的话呢，当然万斯呢就会成为这个美国共和党内的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人物。特别是呢，特朗普呢，他呢这一次如果他当选的话，也只能做一任总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吧，就是说呢，万斯呢非常有可能成为美国共和党下一次总统的候选人。特朗普来势汹汹，那么拜登还有什么牌可以打呢？从目前情况看啊，拜登现在确实在考虑退选问题了，因为呢，他面对着一大三小的沉重压力。一大呢，就是指自从特朗普涉入政坛以来啊，虽然一直是属于民调支持率低于实际投票率的政治人物，但自今年以来，无论是亲共和党或者是亲民主党的民调，都是特朗普在领先拜登，几乎没有例外。所谓三小呢，就是指前不久电视辩论上拜登那种糟糕的表现，特朗普遭枪击而使得他的支持率啊也在攀升，以及呢拜登又感染了新冠，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而拜登和民主党呢也不甘心就此认输，于是他们就很可能利用现在还在执政的这3个多月的机会，加大对目前内外政策的巩固和强化，以此来增大国内外各界对民主党以及拜登政策的好感和支持，同时呢，增大特朗普如果上台的话，要否定拜登政策的难度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特朗普可能不会吃拜登这一套啊，我觉得特朗普可能都会做出全面的颠覆性的调整。拜登当权后呢，似乎表面态度比特朗普的时期温和了一些，但实际上对于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恶性事态几乎没有改善。即使是拜登吹牛的整合了欧洲、北约等等，也是以俄乌冲突既伤害了欧洲的安全，又把美国绑在了美俄对抗的战车上作为代价的。在亚洲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针对朝鲜等所搞的什么印太战略呀、日美韩的准同盟啊、美菲的互动啊等等，其实大都是打着意识形态的幌子，刻意挑拨地区矛盾，但是又没有实质性的力量支撑的这些负面操作，实际上也只能使美国更为被动。当然，特朗普现在也在做准备啊，他选择了万斯，一个比他小40岁又反对过他的人来做副手，明确展现了要长期执政的意图。那么特朗普会如何对应拜登和民主党的动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大选中，双方越来越频繁拿中国说事，处处甩锅中国的老旧戏码再次上演。那对此您有何观察？中美双方啊，我觉得都应该回顾一下在特朗普在任的那个中美相处的经验和教训，让中美关系真能逐步的走入正轨。有人说呀，特朗普和万斯上台的话，会缓和对俄的关系，而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那么中美就很可能会发生什么大的对抗。我不太赞成这种看法。美国如果真能同近100年的宿敌俄罗斯实现和解的话，那为什么一定要和一个与自己有最大的贸易合作利益、有最强的综合实力和风险制约，并且有最多的民间友好往来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成为仇人呢？这既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也不符合今天时代发展的主流逻辑，更不符合中美18亿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面对美国大选前后可能出现的变局或乱局，我们当然要有所准备。我提出3句话啊：第一，要以稳治乱，也就是说，不管美方发生什么样的乱局，我们都应该以稳字当头的态度予以对应。第二是以长制短。对于在选前选后一段时间美国出现的短期性的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我们应该放眼长远的中美关系，用长期利益来化解
这些短期行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第三呢，就是以核止战。如果真的发生了突发或偶发的冲突，我们也应该用强大的综合实力来予以有效的管控制止，用和平来制止战争。